我刚上高二，那天下大雨，我浑身湿透的回到家，发现爸爸又喝醉了，摔碎了妈妈最心爱的花瓶。你这个废物！爸爸摇摇晃晃地站在客厅中间，整天就知道买这些没用的东西。妈妈却异常平静，她站在爸爸面前，声音坚定：“那是我用自己的工资买的，不行吗？你的工资？”爸爸冷笑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”说着，他举起了拳头。我吓得尖叫起来：“爸，不要打妈妈！”妈妈却回头对我说：“小夏，这里没你的事。”她的眼神坚定，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下，她依然保持着尊严。那时的妈妈是那么坚强，她总是说：“小夏，你要好好读书，将来一定要有自己的出息。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本事。”她会在爸爸喝醉后偷偷塞给我零花钱，让我买自己喜欢的书。她总是小声对我说：“读书才能离开这里。”妈妈相信你，可是现在的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手机震动的那一刻，我正在开投资分析会议，看到是妈妈的信息，我的心猛地一紧。回家吃饭，有事和你说。短短10个字，却让我的手心开始冒汗。我叫林夏，今年26岁，在国内一家知名金融公司做投资经理。从大学毕业后，我就很少回家，每次回去都像是一场必输的战役。距离上次回家已经过去了3个月。上次是因为弟弟小军高烧，妈妈打电话让我回去送钱。林经理，您看这个方案。助理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抱歉，我们待会儿继续。我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，但妈妈的信息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。那个被我称之为家的地方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回忆。客厅的角落永远堆着父亲喝空的啤酒瓶，茶几上总是散落着他的烟蒂。更让人喘不过气的是父亲永远阴沉的脸色，仿佛天生就带着一股怨气。会议结束后，我独自坐在办公室，盯着手机发呆。这次妈妈的语气似乎有些不同。往常她找我不是要钱，就是被爸爸打了，要我去劝架。但这次有事和你说这5个字里透着一种不寻常的意味。小夏，回来吗？妈妈又发来一条信息，好像在催促。我放下手中的企划书，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。这个时间点叫我回去吃饭，明显有些反常。妈妈知道我一向工作很忙，况且我深吸一口气，回复道：“好，晚上6点到。”发完这条信息，我就后悔了。林经理，要不要帮您叫车？助理小张关切地问。他是少数知道我家庭情况的同事。我摇摇头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去吧。出租车在老旧的小区门口停下，我站在楼下犹豫了很久。初秋的晚风吹过，带着一丝凉意。我仰头望着6楼那个熟悉的窗户，隐约能看见厨房的灯光。按下指纹密码锁的那一刻，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。客厅里异常安静，只有电视机在播放着无人关注的新闻。爸爸坐在沙发正中间，叼着一支劣质香烟。弟弟小军靠在墙边低头玩手机，看到我进来，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，继续玩他的游戏。小夏回来了。妈妈突然从厨房冲出来，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兴奋。快坐，快坐，马上就能吃饭了。今天我特意包了你爱吃的饺子。我愣在原地，妈妈的语气太过热情，我总觉得妈妈的笑容里藏着什么，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。我刚在沙发上坐下，爸爸就开口了，他的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多年酗酒后的嘶哑。林夏，听说你最近在望江花园买房了？
我心里一惊，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来的谣言。望江花园是本市最贵的楼盘，就算我工资再高，也不可能买得起。没有啊，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。撒谎！爸爸猛地站起来，烟灰掉在身上也毫不在意。你工资1个月4万多，这些年肯定存了不少钱，你就是偷偷买房了，想金蝉脱壳是不是？原来他连我的工资都查清楚了。我努力压制着心中的怒火，我说没有就是没有，你要我怎么证明？证明？爸爸冷笑一声，踱步到我面前，很简单，把你的工资卡拿出来，让我看看。说着，他就要去抢我的包。就在这时，让我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妈妈突然像一阵风一样冲过来，一把抓过我的包，开始疯狂地翻找起来。妈，你干什么？我惊慌地试图抢回包，但妈妈死死地攥着不放。让你爸看看怎么了？妈妈的语气突然变得尖锐，跟刚才那个笑容满面的样子判若两人。你现在出息了是不是？1个月赚那么多钱，连家都不想要了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赚钱了，就可以不管家里死活了？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妈妈，她的眼神里充满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，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把我也拖入这个令人窒息的泥潭？弟弟依然低头玩着手机，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看着妈妈疯狂翻找我包的样子，我忽然想起了10年前的那个夜晚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的另一面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妈妈变了。也许是从我考上大学那年开始的。那年暑假，我第一次看到妈妈打我，只是因为我说想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，不想每天来回跑。妈妈突然暴怒，抄起扫把就朝我打来。你想跑是不是？想甩开我们是不是？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奶奶的影子。小时候，奶奶就是这样打妈妈的。现在的妈妈完全变成了当年她最痛恨的样子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努力工作，考上了研究生，又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。我想着，等我存够钱，就带妈妈离开这个家。我幻想过无数次，妈妈和我住在一个安静的小区里，养些花花草草，过平静的生活。可是每次我给妈妈钱，她都会转手交给爸爸，这是应该的。她总是这么说。你爸爸养了我们这么多年，现在你有出息了，不就应该孝敬他吗？小夏，你为什么不听话呢？妈妈一边翻找我的包，一边喃喃自语。你要是听话，我们一家人不就能好好的吗？什么叫好好的？我忍不住问道。像你这样一辈子活在恐惧里，就叫好好的吗？妈妈的动作突然停住了，她抬起头，眼神空洞。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？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？妈，你就是个白眼狼！妈妈突然歇斯底里地喊道。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就想把我们甩开是不是？你以为你能比我过得好吗？你做梦！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妈妈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个可怕的事实。她不是想让我带她逃离这个家，她是想让我变得和她一样。他要我也活在这种痛苦中，这样他就不会是唯一的受害者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妈，我的声音有些发抖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明明知道这样的生活有多痛苦，因为这就是你的命。妈妈狠狠地说，你逃不掉的，你永远都逃不掉。你以为你读书有出息就能改变什么吗？做梦！我看着他发红的眼睛，突然感到一阵恶心。这哪里是我的妈妈？这分明是一个被家暴彻底摧毁，又想把女儿拖入深渊的可怜人。但更可怕的是，我从她疯狂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快意，仿佛看到我也陷入痛苦，
会让他感到一种病态的满足。找到了。爸爸突然从我的包里翻出一个浅蓝色的信封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。那个我随身携带了5年的信封，终于还是被发现了。这是什么？爸爸皱着眉头，粗暴地撕开信封。我的心跳得厉害，却异常平静。或许这一天终究要来。爸爸的表情从疑惑变成震惊，最后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扭曲。那其实是一份亲子鉴定报告和血型检查单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在发抖，烟头从指尖掉落，在地毯上烫出一个黑洞。我看着妈妈，她像一尊雕塑般僵在原地。弟弟也终于放下了手机，困惑地看着这一切。林夏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爸爸的声音突然提高了8度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站了起来。解释什么？血型报告和亲子鉴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根本就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你说什么？爸爸一把抓住妈妈的头发。你个贱人！你居然敢！你居然敢！他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扭曲。住手！我冲上去想要阻止，但被弟弟推开。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爸爸狠狠地甩着妈妈的头。这么多年，你们母女俩一直在骗我是不是？妈妈没有挣扎，也没有反抗，她就那样任由爸爸摇晃着她的身体。她只是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眼神看着我，那眼神里有悲伤，有绝望，也有一丝解脱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爸爸喃喃自语。难怪你从小就这么不听话，难怪。他猛地把妈妈推倒在地。你们还有什么瞒着我的？他转向妈妈说，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妈妈蜷缩在地上，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笑。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？你不是一直觉得我离不开你吗？现在你知道了，这26年来，你养大的是别人的女儿。啪！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抓起包就往外冲。弟弟想要拦我，但这次我用力推开了他。林夏，你给我站住！爸爸在身后怒吼，但我没有停下。冲出家门的那一刻，我听到屋里传来剧烈的争吵声和摔打声。我知道，那个令人窒息的家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我一口气跑下6层楼，就像在逃命一样。那个困扰了我26年的秘密，终于在今天爆发了。此刻的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，只是机械地往前跑，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些痛苦的回忆都甩在身后。马路上的霓虹灯在泪眼中变得模糊而扭曲，就像我那支离破碎的人生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街上游荡到深夜，手机不停地震动，都是住在同一个单元的邻居打来的。最后，我接了李阿姨的电话：“小夏，你妈妈被送医院了。”李阿姨的声音很急促：“你爸爸，他失控了，要不是我们听到声音报了警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”我站在路灯下，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，心里却异常平静。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。他打断了你妈妈的一根肋骨，脸都肿得不成样子了。李阿姨继续说：“你弟弟就在旁边看着，也不知道劝一句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。他在哪个医院？是第一医院。可是李阿姨欲言又止：“你爸爸和你弟弟谁都没去照顾他，我和老张头把他送过去的，现在还在医院呢。”挂了电话，我打了一辆车直奔医院。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，我几乎认不出床上的人是妈妈。她的脸肿得像个馒头，嘴角还在渗血，右手打着石膏。小夏，她看到我，虚弱地喊了一声。我走到床前，看着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别哭，妈妈艰难地抬起左手，
想要擦我的眼泪。妈妈没事，为什么要瞒这么久？我握住她的手，为什么要忍到现在？妈妈的眼神有些恍惚。那时候我还年轻，遇到了一个温柔的人，可是他有自己的家庭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后来发现怀孕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正好你爸爸来追我，所以你就这样骗了他26年。我打断他，妈妈的眼泪顺着肿胀的脸颊流下。我也不想的，可是我没有选择呀。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被推开了，是李阿姨。小夏，你快看看你爸爸发到群里的消息。他递过手机，群里是一张张我的照片，从小到大的，配着恶毒的文字。看看这个小杂种，这些年白养了，早该发现的，难怪这么不孝顺。我的手在发抖。这些照片有我上学时的，有参加活动的，甚至还有我刚出生时的照片。每一张下面都配着难以入目的辱骂。他疯了，我喃喃自语。妈妈突然抓住我的手，小夏，你还有多少存款？我愣住了。妈，你现在问这个做什么？公司门口的闹剧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，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时，一个温柔的声音插了进来：“阿姨，您别这样。”我的同事赵慧蹲下身，轻声安慰着妈妈：“天这么热，我们先去那边休息一下好不好？”妈妈抽噎着抬起头，看到赵慧温柔的笑容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好心人啊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认识赵慧2年了，知道她心地善良，最见不得别人受苦。可正因如此，我更担心她会被妈妈利用。果然，在咖啡厅里，妈妈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对赵慧诉说起自己的苦难。我这个女儿啊，从小就被我惯坏了。妈妈一边擦眼泪一边说：“现在赚钱了，就把我和他爸爸全都忘了。我们养他这么大不容易呀。”我冷眼看着妈妈熟练的表演，她总是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、什么样的表情来赢得别人的同情。这些年，不知道有多少善良的人被她这样欺骗过。阿姨，您别伤心。赵慧递过纸巾，要不要报警？这样的家暴行为是违法的。不行不行！妈妈突然激动起来，死死抓住赵慧的手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怎么能报警呢？再说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在一旁冷笑。妈妈当然不能报警，因为一旦警察介入调查，所有的谎言都会被揭穿，这出苦情戏就再也演不下去了。赵慧被妈妈的大义凛然打动了，当场掏出2万块钱，说是给妈妈看病用的。临走时，他还特意记下了妈妈的电话号码，说要跟进治疗情况。赵慧，你别管这事了。我拦住准备离开的赵慧，这些钱妈妈不会用来看病的。小夏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。赵慧拍拍我的肩膀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她都是你妈妈呀。我无力地笑笑。赵慧不会明白，有些人连妈妈这个身份都可以利用得如此纯熟。3天后，赵慧急匆匆地找到我：“小夏，你妈妈好像没去医院。”我打电话问她，她支支吾吾的说钱用来给你爸爸买补品了。我早就说过了。我苦笑道。赵慧咬咬牙：“不行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要报警。”妈妈在警察面前的表演更加精彩。她不仅否认了家暴，还把赵慧描述成一个多管闲事的外人。最后，赵慧不得不承担了2万多的医药费。她威胁我说要去网上爆料，说我怂恿她诬告家暴。赵慧沮丧地对我说：“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妈妈拿到钱后真的回去了。她把所有钱都交给了爸爸，继续做着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。但爸爸非但没有被她的忠诚打动，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她。那天下午，
我收到一张照片，照片里一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，爸爸的手亲昵地搭在她肩上，妈妈站在一旁，面无表情地擦着茶几。看到了吗？这是你爸的心相好，人家可比你妈年轻漂亮多了。弟弟发来信息，我把手机扔在办公桌上，冲进洗手间干呕。这就是妈妈用尽心机也要回去的家，这就是她不惜出卖尊严也要维护的幸福。我攥紧拳头，妈妈的知足背后是无尽的屈辱和绝望。直到那个深夜，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妈妈被送进了急诊室，因为一直在干呕。当我赶到医院时，发现她蜷缩在病房的角落里，像个被抛弃的破布娃娃。妈，怎么回事？我轻声问道。妈妈抬起头，脸色惨白。你爸，她说到一半又开始干呕，她想让我伺候他们两个。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。伺候什么？他们？妈妈说不下去了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就在这时，她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爸爸打来的。妈妈的手在发抖，我一把抢过电话。你这个贱人，给我滚回来！电话那头传来爸爸醉醺醺的怒吼。妈妈突然夺过手机，按下了免提键，她的声音出奇的平静。老林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，少他妈废话。赶紧，小军也不是你的孩子。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，我惊讶地看着妈妈，她的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解脱。深夜的医院走廊空空荡荡，消毒水的味道格外刺鼻。妈妈的电话说完那句话后，整个病房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你说什么？电话那头传来爸爸颤抖的声音。酒意似乎一下子醒了大半，妈妈的嘴角露出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冷笑。你没听错，小军也不是你的孩子。你放屁！爸爸的声音突然提高了8度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敢再说一遍？为什么不敢说？妈妈的语气出奇的平静。你不是一直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？不是觉得我永远都逃不开你的手掌心吗？你以为这20多年来，我为什么要忍受你的打骂和羞辱？我呆呆地看着妈妈，月光从窗外照进来，勾勒出她消瘦的轮廓。此刻的她，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可怜人，而是一个终于卸下重担的女人。就因为小军是我唯一的儿子，爸爸的声音开始发抖。你居然……对，就是因为你在乎儿子。妈妈冷冷地说：“你可以打我、骂我，带着女人回家羞辱我，但你从来不敢把我怎么样，就是因为你怕失去你的宝贝儿子。你以为他是你的延续，是你的骄傲。可是……”电话那头传来东西摔碎的声音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”爸爸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小军的血型和我一样，你骗不了我。血型？妈妈突然笑了，是那种充满讽刺的笑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些年从不让小军献血吗？为什么体检的时候总是帮他找各种借口呢？就是怕你发现真相。我看着妈妈苍白的脸，突然想起了很多事。为什么弟弟从小体检，妈妈总是坚持要陪同？为什么每次学校组织献血，妈妈都会找各种理由让弟弟请假？为什么妈妈把弟弟的体检报告藏得那么严实？不可能！爸爸的声音越来越弱。还记得26年前那场车祸吗？妈妈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。你喝醉了酒，开车撞死了一个无辜的女人。那个女人就是小夏的亲生父亲的妻子。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，这是我从未听过的故事。那天晚上，你吓坏了，求我帮你顶罪，因为你刚刚提了副处长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我心软了，替你去坐了牢。那半年的牢狱生活，就是在那时候，我认识了小军的父亲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
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